反观狼性公司，他们更愿意踩政策、踩风口、踩红利，踩对了发家致富，踩错了裁员降薪。那些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就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Hello， 大家好，我是耶律律。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互联网大厂的狼性文化。狼性文化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说过，可是它具体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运作机制？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问题。为了加以区分，我们一边是狼性文化，一边是人性文化。那么对应的，一边是狼性公司，一边是人性公司。大家记住这两个概念，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些比较。首先，第一个，两种公司对员工身份认同的区别。简单来说，人性公司这边把员工当作公司的宝贵财富，而狼性公司这边则把员工当作实现公司价值的工具。这个身份认同的区别其实是企业文化的差异。比如说人性公司这边，他把员工当作财富的时候，那招聘他、培养他，以及让他为公司创造价值，这一整个过程看下来，你能发现这个公司它其实是在利用员工追求更深远的价值，同时对待员工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的珍惜。而狼性公司这边一般会把顾客奉为上帝，然后员工呢只是侍奉上帝的工具。说句不好听的，如果顾客是上帝的话，那员工只能是奴才。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狼性公司在能用得着员工的时候，会给他们开非常高的薪水，但是用不着的时候，弃之如敝履，什么都不是，就像垃圾一样丢掉。我们熟知的35岁危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劳动法有一个规定，当一个员工为一家企业服务超过10年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合同变成长期合同。但是有些大厂在员工工作满8年的时候，就会要求他们毕业，去劝退，给他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前一份合同终止，再签另一份合同，这样就完美避过了那个10年的规定。从此，这个员工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临时工。我们都知道，25岁到35岁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创造力也最强的年龄段。狼性公司恰巧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发最高的工资，榨取最鲜活的价值，不断的加薪升迁，恨不得让这个人在30岁的时候就实现财富自由。可是呢，一到35岁，这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下降了，或者他的身体精力跟不上了，就会被公司辞退。头2年不是一直也有新闻传出来，一些大厂的员工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买了高价的房子，结果当自己面临裁员降薪的时候，忽然发现走投无路了。从这些例子我们也能看出来，狼性公司确实是把员工当工具，因为用得着你的时候我们就大量招聘，用不着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裁员或者降薪，然后逼你走。他完全不会去反思自己的用人策略以及公司的大的战略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要问了，同样都是大型的用人单位，为什么对员工的态度和身份认同如此的大相径庭？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区别，信任。首先，崇尚狼性文化的公司对于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不信任。其次，他们对于员工和干部的不信任，这个要怎么理解呢？一般人性公司对于自己的战略规划非常的长远，为了追求那个深远的价值，他会祈求创造一个更稳固的系统，让人通过这个有效的系统去达成目标。所以你会发现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例如苹果、谷歌，他们都采用一种相对松散扁平的管理方式，甚至可以不考勤、不打卡，给员工以充分的信任。反观狼性公司，他们更愿意踩政策、踩风口、踩红利，踩对了发家致富，踩错了裁员降薪。他们所创造的系统，我更愿意称之为避难系统。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公司不受损失，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代价。所以你会发现，每当狼性公司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遇上经营性危机的时候，立马就开始查考勤。那些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就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接踵而至的就是处分和惩罚，要么扣钱，要么扣绩效。而员工这边呢，每天上个班跟做贼似的，为了考勤打卡这种事儿操碎了心，生怕自己变成静候的鸡。其实除了不信任基层员工以外，狼性公司对于中层以及高层领导更加的不信任。比如我们经常听说有些大厂有什么轮值 CEO， 还有不同部门的高管职位对调，就是防止他们拉山头，结果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反而制约了公司的发展。或者领导跟下属之间相互不熟悉，根本没办法协作。说到领导和下属，就不得不提等级差别。刚才我们提到，著名大厂一般都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比如说你喊老板的时候，你就喊 boss 或者喊库克就行。可是换做狼性公司就不一样了，你必须得喊一声库总。库总说：“小叶啊，最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攻下下一个
山头。你看，我们简单一个场景模拟，就让人感觉官气很重，奴性很足。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等级森严的感觉呢？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充斥着狼性公司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某天整个部门要去出差，那么领导和高管一定是住在5星级酒店，差旅一定得是商务舱，员工就只能住3星或者4星。换句话说，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会让领导在员工心目当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高大，而员工则日复一日地学会了溜须拍马。与此同时，狼性公司通常采用末位淘汰制作为激励员工的奖惩体系，而末位淘汰的绩效打分又主要来自于他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媚上文化。往后的项目和产品是不是受到市场青睐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领导说的好才是真的好。其实这个末位淘汰制还挺残酷的，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说销售岗到月底业绩没完成，自己掏腰包把剩下的那一点业绩补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末位淘汰制还离谱，变成了末位罚款制。狼性与人性公司的第4个不同，体现在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差异上。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到这2年00后整顿职场，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有趣的离职故事，甚至有时候是因为生病了被迫加班这种小事儿。其实我想说，这压根儿就不算整顿职场，这只是人的正常的要求而已，就是正常的劳工权益。劳工权益长期以来得不到保障，然后多了几个出头的鸟，大家就觉得整顿职场了。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权益受损，放在其他国家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你让一个欧美人放弃老婆孩子，放弃周末，见天跑去996、007，就等同于让他放弃人生。说句不好听的，还没入职他就得先辞职。反观狼性公司，加班越狠，给钱越多，从来都不知道老婆孩子是什么，也不知道周末是什么。为了公司夜以继日，赴汤蹈火，最终熬秃了头，熬散了家，熬跑了孩儿他妈。秃头这个真不是开玩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京东的男性用品榜单第1、第2名分别是米诺地尔和菲娜雄胺，恰巧这俩都是治疗脱发的。这2年流行的躺平和摆烂的文化，其实也跟狼性公司的制度不无关系。比如我听说有一家大厂，员工在入职的时候必须得签署一份奋斗者协议。你听这名字，奋斗者协议，一旦签了协议，意味着自动放弃年假、婚假、丧假以及加班工资等等这些法定权益。那如果有人问我不签行不行？我不签就意味着我不放弃。答案是不行，因为会影响你的升迁。还有，如果公司奖励股票，也没你的份儿。既然狼性公司这么喜欢让员工给他卖命，那他一定在全球范围内都遥遥领先吧？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有很多狼性公司在全球500强之列，但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都患上了大企业病，比如低效、内耗、组织臃肿、创新能力差以及人才流失等等等等。通常是产品和项目没有创新，组织架构却创新了一波。这种大企业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从人堆里随便拎出一个员工来，能力都很强，都很能吃苦，可他就是只拉车不看路，缺乏一些格局思考能力，常常都是领导说啥我干啥，主打一个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那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上个班上的跟渣男似的，更别提什么创新精神了。其实大企业病不光是大企业有，小企业也有大病啊，不，小企业也有大企业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商业环境里面所有的大企业算是这个商业环境里面的标杆企业，当这个标杆企业都在推崇狼性文化的时候，其他的小企业肯定也是拿狼性文化作为很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对待。在这个时候，小企业也就患上了狼性文化这场大病。其实我们看，狼性文化区别于人性文化，方方面面都站在人性文化的对立面，可是它依旧塑造出了好几个世界500强企业，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狼性文化究竟做对了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人群和环境成就了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聊。